说到狂风暴雨里的济州岛汉拿山，大家一定不会忘记我叫金三顺。안녕하세요，欢迎大家回到读书康的频道。风雨迷雾中的汉拿山究竟能不能让人大彻大悟，又遇上人生奇迹？大家可以通过这一期的 vlog 跟着我沉浸式的来寻找答案。不过爬山之前，我们还是先要做好路线、装备和时间的准备。整个汉拿山一共有5条主要登山线路，目前只有城板岳线和观音寺线是可以登顶的，且需提前在官网上预约。因为行程安排我没有像三顺和30那样登顶爬到白鹿潭边，而是选择了西侧的林氏和玉里木路线，林氏上，玉里木下，无需预约。这条线路晴天时高处可以眺望500罗汉、威士岳等壮观的火山岩地貌，低处又有枫叶、溪谷等景色。整条路线全长12公里，全程都有非常清晰的攀登方向和难度的提示。海拔先爬升700米，然后下降730米，全程大约需要5个小时。在海拔1700米处有全程唯一一户庇护所——威士岳庇护所。注意，这里12公里的距离包含了从公交站走到入山闸基的路程。林氏一端是2.5公里，玉里木一段大约1公里。说到装备，汉拿山的登山路状态还是非常天然的，不少路段都是大小混杂的火山岩石路面，强烈建议穿徒步鞋或者登山鞋，保护好自己的腿脚。爬汉拿山还要注意多变的天气，尤其是在山下就看到山体被云雾笼罩的时候，这意味着山上可能是晴空万里和狂风暴雨随时交替的状态。建议衣裤和鞋子最好都有一定的防水防风的功能，同时还要做好裸露皮肤的防晒和防虫工作。关于食物，建议要带一些紫菜包饭、饭团、速食肉丸或者蟹肉棒之类的冷食，因为山上庇护所卖泡面的小卖部不一定随时开放。关于饮水，可以选择瓶装水，也可以自备水壶。林氏和玉里木路线上各有一处可以直接饮用的泉水可以补充。公共卫生间的话，林氏售票处公交站、林氏入山闸基附近、山上的庇护所、玉里木闸基附近各有一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整座汉拿山几十平方公里的区域范围内，一个垃圾桶都没有。塑料瓶、食物包装和其他垃圾都是要随身带下山的。关于登山时间，出于安全和维护的需要，汉拿山每条登山路线都有严格的入山、出山时间规定，具体时间可以参考汉拿山的官网。总的来说，我建议大家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尽早入山。接下来呢，就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从踏出酒店的那一刻开始，全程体验坐公交、步行入山和风雨迷雾中的登山见闻吧。现在是早上的6点，北京时间的5点，济州岛的天已经非常亮了。现在要走到济州客运中心，然后去坐240路的公交车。远处云雾里的呢，就是汉拿山，不知道山上的天气会怎么样。现在已经到了林氏的售票处，然后现在外面的天气是这样的情况，然后跟山下面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儿还有一个应该是狍子出没这样一个警示哦。公交车下来之后呢，走到这个探访路的入口还要2.25公里。路上还看到了河源水路的一个介绍。除了狍子或者鹿的话，这里还有野猪的警示。这个雾气蒙蒙的环境看上去还是挺悬的。不知不觉心率已经过150了哎。云
经走了2公里了，现在距离入口还有500米。这里有一个路牌，然后指的是停车场、洗手间，然后还有登山路的入口。这个入口进去的话，是的地方。这里呢，其实都是一片松林，然后在介绍的看板上，想让大家听一下这个松树林之间的声音，但是因为今天其实没有风，所以这里没什么声音。路上还有挺多这种绵延的山涧的。这个旁边的这个指示牌上提示啊，这里是饮用水源，然后禁止靠近。云社这条登山路呢，其实是以植被丰富而闻名的。然后这里呢，溪谷旁边呢，应该都是枫树，到秋天应该是很好看的。那夏天其实环境也蛮清幽的。要注意的是，山间有很多这样的岔路啊，然后在岔路的旁边其实是有指示牌的，用韩语、日语、英语写着出入禁止。登山路也成了小溪。这里的指示牌说的是汉拿山的爬行动物啊，然后有一些蝾螈、黑斑蛙、东方林蝉之类的，还有青蛙、蛇啊之类的。指示牌显示困难路段还有0.5公里。爬到第一段的最后一段，发现这个天越来越亮了。云石登山路上呢，有一处景观叫做500罗汉，但是可能因为今天天气的原因，然后望出去都是一片雾气，看不到这个景观。过了500罗汉的观景台呢，就能发现这个植被的高度明显的变矮了，所以说刚刚感觉天越来越亮。这里呢也是500罗汉的观景台之一，但是由于雾气的原因呢，还是什么都看不到。现在的海拔来到了1500米，海拔1500米以上，这个植被的高度又发生了改变，有点像是草甸的这样的一个地貌。这里呢是屏风岩的观景台，然后依然是因为雾气的原因、天气的原因，什么都看不到。海拔的升高，风力也是越来越大了。这一段困难的路段呢，快要告一段落了。容易路段呢，已经走了大概1.2公里，还有1公里，就要到达我们往玉里木方向的这个路口。如果不是雾气的话，应该是可以看到温室月的，但是没有办法，天气的原因。山友互相问候，登山更加愉快。路边也有大家垒起来这种起伏的石头。忽然太阳出来了，而且非常的大。哦，这就是说的泉水吧？但是今天没看到这个泉眼里有水出来。来打打看这个泉水，看看甜不甜。这个路旁边像导轨一样的这个装备。
是运输时。这应该是威士月的这个庇护所吗？这里就是威士月的庇护所。登山路上唯一的一个洗手间，就是在威士月庇护所的旁边。这里有一个指路牌，左边是林氏，右边是玉林路。接下来就从玉林路这个方向下山。天气的话，好像朝北坡会稍微好一点吗？还是我的错觉？玉林路的路呢，好像大多数还是这种石头路。突然来了一阵非常大的雨，而且前1秒钟太阳刚出来哦。玉林路这边呢，它就写了非常明确，这不是饮用水，所以跟林氏那边上来的泉眼是不一样的。轨道的谜底揭晓了，果然是这个运人跟运物资的车。是我冒昧了，没有想到北坡的雨会更大一些。有这样的一些高山石底，但是看不到有不被开花的样子。海拔再次来到了1600米，这一段铁轨就离步道非常的近，几乎就是靠在边上的。容易路段吗？海拔来到了1500米，这石头路感觉有点一望无际呢。很多人说这个汉拿山被大嘴乌鸦占领了，但是我这一路上都没遇到一只。这里停了一辆这个导轨上的小车，这里有一个下山的截止时间是2点钟。这边呢是玉林路这里可以喝的泉水，它的位置呢就在说明威士月的这个下山时间的旁边。可以喝的泉眼旁边呢都会挂着这种水条，这一段可以跑起来。下降的还是比较缓，现在是1300米。靠近玉林路出口的地方呢，这个路上的石子显然小个了很多，还是有出现这种大石头的可能啊，路上。终于看到了玉林路的入口，也就是出口。这个汉拿山的攀爬之旅终于告一段落。这个定格汉拿山，
不说这个玉里木的这个从售票处或者说从出口到公交车站这一段路呢，比林市的要好走多了。